上一回呢，我介绍过关于域名续费如何最便宜的方法，那么就是走这个 Cloudflare 去续费。当然的话，你要把域名 push 转移过去，再续费1年。这次呢刚好碰到一件事情，因为有些时候呢我需要有很多网址这些网址可能要更换，比如说我原本是短网址的话，我现在用的是一家平台呢不是我自己可以控制的。那很多时候呢，比如说我这边它一个短网址，那什么时候我想更换目的网址的话，这个时候它要我收费了，那就很不方便，是吧？人家肯定做网站肯定要收钱嘛，而且这个收费太不合理了太贵了。如果说稍微便宜点，我也愿意花这个钱几十美金我也愿意花。我发现它几百美金，对吧？我感觉这个太贵了最近决定自己开一个短网址的网站，我自己给自己用。那所以说呢，我去找这种域名很短的域名这种域名也可以说实话 4.98 也便宜然后呢，这个不太好看我感觉 WTF 感觉骂人的意思。那这个时候呢，有个非常好的网站叫 Microdomains 然后大家可以搜索一下这个网址就不发了因为很多时候呢不让我发网址。这边的话长度你可以更改如果说你有钱的话，你可以选3位数，当然这有钱是得超级有钱。大家看一下这个多少钱你可以看吧，这都多少钱了，是吧？1300万美元这么一个域名光是买就是要1300万美元对吧？太贵了那我们选择4位数也行5位数也行488最便宜了这个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当然续费价格也贵3000多一年吧，3、4千一年。那对我来说的话，其实用不了这么短其实只要好看点，能看的不让人不舒服就行了我推荐有一个域名域名词特别多的就是.in 的.cn 是中国的嘛，.in 是印度的印度的这边域名的话还是挺多的，而且挺便宜的要知道，印度在这个网络视频流媒体方面的这种会员服务都挺便宜比如说苹果的这种 iCloud 的话，我估计也是可能是分类定价吧，要比中国便宜。至少我知道很多会员服务在印度就比其他地方便宜好，那么有些域名的话，你看这个0QF 这种的话太杂了看上去很难看。那刚好这边有一个不错奥达.rn 这个还行是吧？7.98美元续费也是这个价格，对吧？这种域名嘛，说实话，这个挺便宜的。然后呢，涨价的概率也不是很大，因为它这个队是以国家为后缀的，一般来说不太会涨价。你看.cn 的域名嘛，像中国人口基数也很大所以说呢，它不太会随便涨价。这边的话，你还可以搜索这个价格包括续费价格，你可以自己去更改自己去搜索这个不多说了你可以选一个。我自己呢，在这边是选了一个他帮我直接选好了，就挑了一个就行了，我就不是自己一个个去尝试了。这边是7.98美元一年是吧？那还好呢，我找了一个更便宜的办法。更便宜的办法呢是这里是 TLD 杠TLD 的话就是一个域名后缀的意思嘛然后这边有个.in 的域，然后这边有个.in 的域名，我们可以看到5.11是不是？其实你就换一个网页，你就便宜了2美元，对吧？那这个钱能省就省了嘛。这边有个 spaceship 就是星舰的意思穿的意思吧。然后呢，这边有个促销代码，然后你输进去就行，一般来说自动输入的。那么我顺便又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就.com 域名spaceship 5.91。我觉得这个价格也真的也是世界上最便宜了，对吧？应该说这家公司以前我都没听说过，可能是在亏促销吧可能想。顺便我们也可以看一下.net 的.co 的.org 的，基本上都是这个最便宜 spaceship 5的话，差不多就算6美元好了，42人民币左右我觉得吧，就跟那个当年我在03年、06年的时候买域名差不多价格也就几十块钱，50、60块钱也要那个时候。好，那介绍了这个怎么去便宜买域名的法，以及搜索。那么顺便再说一个边角料我在这个 spaceship 网站上，我在查找.in 的域名有什么量号没有我刚好查到一个123.in 的域名，它这边显示是可以注册的是吧？5.16最近涨价了上次买的还没这么。但是呢，当我下单之后呢，每次付款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是3月27号
啊，尝试下单退款，下单退款啊，他一直给我退款，那个时候是2.98，为什么不行呢？啊，这个是有个 bug 问题啊。其实这个域名呢是真的没有被人，但是它被保留的啊，这边查看会议的话啊，看到被保留的域名啊，等于说可能是这个机构吧。那么我们边呢要再查找啊，有些域名看看是不是能够捡漏啊。我上次还查到个 BYD 啊，BYD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是中国一个汽车品牌的意思啊。啊，我觉得中国很多像小米手机啊，经常 OPPO 手机啊，要打入这个印度市场啊。如果说找一个印度本土化域名的话，他们肯定以后过啊。也有这种想法，对吧？我发现这个是不是被我找到了新大陆啊？其实也是被的啊。那反正大家介绍到这里吧啊。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多搜索一下。我觉得这个印度的市场啊，还是有潜力的啊。这个新兴市场里面还算有潜力的，而且现在他们人口还是比较年轻化的。